农夫在地里劳作，突然他一脚踩空，掉进了个土坑。爬起来一看，脚底下居然有个生锈铁盆子。他擦进盆底，隐约看见聚宝二字。农夫只当是个结实旧盆，便抱回家备用。妻子一见便皱起眉头，家里米缸都快空了，你捡个破盆回来能填饱肚子吗？话音刚落，奇迹骤现，空盆里竟凭空涌出满满一盆白米。夫妻俩又惊又喜，试着放进一枚铜钱，眨眼间便堆满整盆。愿看到聚宝盆的有缘人，鸿运当头，财源广进。村里的财主听说后眼睛都直了，立刻带着一群家丁上门，二话不说就要抢盆。农夫拦不住，聚宝盆硬生生被财主夺走。财主回家大喜，把金银珠宝全往里丢，盆里瞬间堆成小山。他笑得合不拢嘴，觉得自己要富可敌国。可他不知道，这聚宝盆有个规矩，心善生财，心恶生灾。财主越贪心，盆里的东西就越不对劲，金子开始发烫，银子变黑，珠宝碎裂。到最后，盆里居然源源不断往外冒毒蛇、蜈蚣、烂泥和臭水，把财主家淹得一塌糊涂，家丁吓得四散奔逃。财主慌了，想把盆扔掉，可盆子像长在手上一样甩不掉。那冰凉的铁盆死死粘在他的右手上，边缘生锈的纹路仿佛活了过来，一点点嵌进他的皮肉里，钻心的疼痛顺着手臂蔓延至全身，让他浑身抽搐，冷汗瞬间浸透了身上的锦缎长袍。他疯了一样甩动着手臂，一边甩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：快掉下去，快给我掉下去，这破盆我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可无论他怎么用力，聚宝盆就像与他的手长在了一起，纹丝不动。盆里的毒蛇还在源源不断地往外冒，细细的信子吐着，发出嘶嘶的声响，缠绕着他的手臂双腿。冰冷的鳞片蹭过皮肤，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。蜈蚣则顺着他的衣领袖口往里钻，密密麻麻的脚在他的皮肤上爬动，痒中带痛，让他浑身发麻，忍不住满地打滚。烂泥和臭水顺着盆沿不断涌出，很快就淹没了他的双脚，又慢慢漫过膝盖。那股刺鼻的恶臭混合着毒蛇蜈蚣的腥气，呛得他撕心裂肺的咳嗽，眼泪鼻涕直流。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财主模样，此刻荡然无存，只剩下狼狈与恐惧。家丁们早就吓得魂飞魄散，刚才还一个个耀武扬威，此刻全都像丢了魂一样，连滚带爬的往门外跑。有人跑的时候太急，不小心踩在滑腻的烂泥上，摔得四脚朝天，连滚带爬的爬起来继续跑，哪里还顾得上他们的主子。有两个胆子稍微大一点的家丁想上前帮财主把盆扯下来，可刚一碰到聚宝盆，就被盆里突然窜出的毒蛇咬了一口，惨叫声还没来得及喊全，就浑身抽搐着倒在烂泥里，很快就没了动静，脸色青紫，显然是中了剧毒。财主看着倒在地上的家丁，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甩不掉的聚宝盆，以及不断涌出的毒蛇、蜈蚣和臭水，彻底崩溃了。他趴在烂泥里，一边磕头一边哭嚎：我错了，我不该贪心，我不该抢农夫的聚宝盆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求你了。他的额头磕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很快就磕出了血，鲜血混着烂泥，糊得满脸都是。可聚宝盆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，反而涌出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恶心。臭水已经漫过了财主的胸口，毒蛇和蜈蚣越来越多，缠绕着他的身体，有的毒蛇甚至已经开始啃咬他的皮肤，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晕厥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气在一点点流失，身上的锦缎长袍被烂泥浸透，紧紧贴在身上，沉重的让他喘不过气。他想起自己平日里的所作所为，想起自己如何欺压村民，如何克扣长工的工钱，如何为了钱财不择手段。此刻心中充满了悔恨，
可一切都晚了。财主的宅院，可此刻整个宅院都被臭水、烂泥、毒蛇和蜈蚣淹没。正屋的家具被臭水泡得发胀腐烂，墙上的字画被污水冲刷得面目全非，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被毒蛇啃咬得残缺不全。原本气派非凡的宅院，此刻变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潭，到处都是毒蛇的嘶鸣和蜈蚣的爬行声，恶臭的气味飘出很远，连村里的狗都不敢靠近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村民们一开始还不敢相信，毕竟财主平日里权势滔天，大家都怕他。可当那股刺鼻的恶臭飘到村子里，再加上几个跑出来的家丁惊魂未定的描述，大家才渐渐相信财主真的遭到了报应。有人好奇，悄悄跑到财主宅院的门口，扒着门缝往里看。当看到院子里一片狼藉，毒蛇遍地，财主在烂泥里挣扎的模样时，所有人都吓得赶紧后退，脸上既有恐惧，也有一丝解气。真是报应啊！谁让他平日里那么坏，欺压我们这些老百姓，还抢农夫的聚宝盆？这下好了，自食恶果了。一个村民忍不住说道，语气里满是解气。就是他平日里克扣我们的工钱，还强占我们的田地，多少人家因为他家破人亡，现在遭到这样的报应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另一个村民附和道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议论纷纷。没有人同情财主，毕竟他平日里做的坏事太多了，早就引起了全村人的不满。只是大家也都很害怕那个聚宝盆，害怕自己不小心沾上也遭到这样的报应，所以都只是远远的看着，不敢靠近财主的宅院。农夫和他的妻子也听到了消息，夫妻俩赶到财主宅院门口，看着里面的景象，脸上没有丝毫的喜悦，反而露出了一丝担忧。农夫叹了口气，说道，我本来以为聚宝盆能给我们带来好日子，没想到竟然会闹出这样的事情。妻子也点了点头，说道，是啊，这聚宝盆虽然神奇，可也有自己的规矩，心善生财，心恶生灾。财主就是太贪心太恶毒了，才会遭到这样的报应。只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聚宝盆一直这样下去，会不会连累到我们村子里的人？农夫皱起眉头，陷入了沉思。他知道聚宝盆是因为财主的贪心和恶毒才会变成这样，如果不尽快想办法解决，恐怕真的会连累到整个村子。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毕竟这聚宝盆太过神奇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夫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士出现在了村子里。老道士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，手里拿着一根拂尘，面容清癯，眼神睿智，看起来仙风道骨。他走到财主宅院门口，看了看里面的景象，又看了看农夫和村民们，缓缓开口说道，此乃聚宝盆作祟，因人心贪婪，触怒了盆中灵运，才会生出这般灾祸。村民们听到老道士的话，都围了过来，纷纷说道，道长，您快想想办法吧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村子就要被这灾祸连累了。老道士点了点头，说道，大家莫慌，这聚宝盆本是一件灵物，能助人脱贫致富，可前提是使用者心怀善念，不贪不恋。如今这财主贪心不足，作恶多端，才会被聚宝盆反噬。想要化解这场灾祸，必须先让聚宝盆平息怒火，再将其封印，方能保村子平安。农夫连忙上前，对着老道士拱了拱手，说道，道长，求您救救我们村子，救救那个财主吧。虽然他作恶多端，但也罪不至死啊。老道士看了看农夫，眼中露出了一丝赞许，说道，你倒是个心善之人，难怪聚宝盆会选择你。也罢，我就出手相助，只是化解这场灾祸需要你帮忙。道长请讲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尽力帮忙。
农夫连忙说道。老道士说道，想要平息聚宝盆的怒火，首先需要用一颗纯净善良的心去感化它，再用3样东西作为祭品，分别是心善者的一滴血、一碗纯净的井水、一束晒干的艾草。这3样东西缺一不可。农夫连忙说道，道长，心善者的血我可以提供，纯净的井水我们村子里就有，晒干的艾草我家里也有，我这就去取。说完，农夫转身就往家里跑，很快就取来了一碗纯净的井水，一束晒干的艾草，然后又来到老道士面前，伸出手说道，道长，我的血在这里，请您取用。老道士点了点头，从怀里取出一把小小的银针，轻轻刺破农夫的手指，一滴鲜红的血滴落在碗里的井水中，瞬间就与井水融合在了一起。老道士又拿起那束晒干的艾草放在碗边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念叨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老道士停止了念叨，拿起碗对着财主宅院的方向缓缓泼出碗里的水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那碗水泼出去之后，竟然化作一道淡淡的金光，飘进了财主的宅院里。原本还在源源不断涌出毒蛇、蜈蚣、烂泥和臭水的聚宝盆，竟然渐渐放慢了速度。毒蛇和蜈蚣开始慢慢退去，烂泥和臭水也停止了涌出。老道士又拿起拂尘，对着财主的宅院挥了挥，嘴里再次念念有词。只见一道白光从拂尘中射出，笼罩住了那个粘在财主手上的聚宝盆。聚宝盆开始微微颤抖，边缘生锈的纹路渐渐褪去，原本冰凉刺骨的触感也变得温和起来。财主感觉到手上的疼痛渐渐减轻，他抬起头，看到老道士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，连忙哭嚎道，道长，求您救救我，求您把这个盆从我手上取下来，我以后再也不贪心了，再也不做坏事了。老道士看了看财主，眼神冰冷，说道，你作恶多端，本就该遭到报应，若不是这位农夫心善，求我救你，你今日必死无疑。从今往后，你必须改过自新，不再欺压百姓，不再贪得无厌，否则聚宝盆的怒火还会再次燃起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。财主连忙连连磕头，说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，再也不做坏事了，求您快把盆取下来吧。老道士点了点头，再次挥动拂尘，一道白光闪过，粘在财主手上的聚宝盆终于掉了下来，落在了烂泥里。聚宝盆掉下来之后，彻底停止了动静，原本生锈的表面渐渐变得光滑起来，盆底的聚宝2字也变得清晰可见，只是少了几分之前的神奇光泽，多了几分平淡。财主看着掉在地上的聚宝盆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贪婪，只剩下深深的恐惧和悔恨。他挣扎着从烂泥里爬起来，浑身都是烂泥和血迹，狼狈不堪。他对着老道士和农夫深深鞠了一躬，说道，多谢道长救命之恩，多谢农夫大哥求情之恩，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，好好做人。老道士说道，记住你今日说的话，若你再敢作恶，必遭天谴。现在你去把宅院里的毒蛇蜈蚣清理干净，把臭水和烂泥排出去，恢复宅院的原貌，再把你强占村民的田地、克扣的工钱一一归还，以此弥补你的过错。是，我一定照做。财主连忙说道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老道士又看了看农夫，说道，这位施主，你心善纯良，本是聚宝盆的有缘人，只是这聚宝盆太过神奇，容易引人贪心，招来灾祸。如今这场灾祸已经化解，这聚宝盆你若是还想要，便可以拿走，但你要记住，一定要心怀善念，不贪不恋，只用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，切不可贪心不足，否则也会遭到反噬。
农夫看了看地上的聚宝盆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妻子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道长，多谢您的好意。经过这件事情，我明白了，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太过贪心只会招来灾祸。我们夫妻二人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劳作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这聚宝盆我们就不要了。妻子也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是啊，道长，我们不需要聚宝盆，只要我们勤劳肯干，一定能把日子过好。而且我们也不想因为这聚宝盆再引来什么灾祸。老道士眼中露出了一丝赞许，说道：难得你们有这样的觉悟，甚好甚好。既然你们不想要这聚宝盆，那我就将它封印起来，以免日后再落入贪心之人的手中，引来更多的灾祸。说完，老道士走到聚宝盆面前，蹲下身子，伸出手，在聚宝盆上轻轻抚摸了一下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只见聚宝盆渐渐发出淡淡的金光，然后慢慢沉入了地下，消失不见。老道士又在聚宝盆消失的地方用符尘画了一个符咒，说道：从今往后，这聚宝盆被封印在此，除非有心怀善念、不贪不恋之人出现，否则再也不会重现人间。做完这一切，老道士站起身，对着农夫和村民们拱了拱手，说道：灾祸已解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不要贪得无厌，这样才能安居乐业，平安幸福。村民们纷纷对着老道士拱手道谢，说道：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老道士笑了笑，转身就往村子外面走去，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老道士走后，财主果然按照老道士的吩咐，开始清理宅院里的毒蛇、蜈蚣和烂泥臭水。他请来了村里的村民，承诺只要大家帮忙，就会给大家丰厚的报酬。村民们虽然还是有些害怕财主，但看他确实是真心悔改，而且也有老道士的吩咐，便答应了帮忙。清理工作十分艰难，宅院里到处都是毒蛇和蜈蚣，还有刺鼻的臭水和烂泥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清理着，有的人负责捕捉毒蛇和蜈蚣，有的人负责排放臭水，有的人负责清理烂泥，还有的人负责修复被损坏的家具和房屋。财主也亲自上阵，不管脏活累活都抢着干，脸上没有了之前的傲慢和嚣张，多了几分谦卑和诚恳。经过几天的努力，财主的宅院终于被清理干净，恢复了往日的模样。只是墙上的痕迹还依稀可见，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灾祸。财主也按照承诺，给了帮忙的村民们丰厚的报酬，然后又开始一一归还自己强占的村民的田地和克扣的工钱。财主来到这户村民家里，对着夫妻俩深深鞠了一躬，说道：大哥大嫂，对不起，我以前太贪心，太恶毒了，强占了你们的田地，还让你们一家人受苦了。这是我归还你们的田地，还有一些钱，希望能弥补你们的损失，让孩子们能上学，让大嫂能好好治病。夫妻俩看着财主诚恳的模样，又看了看他递过来的田地契和钱，眼中充满了感动，说道：谢谢你财主老爷，我们知道你已经悔改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追究了。财主听了心里十分愧疚，说道：大哥大嫂，你们不用叫我财主老爷，我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不配这个称呼，你们就叫我名字吧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贪心恶毒的财主了，我会好好做人，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。就这样，财主一家一户的归还田地和工钱，每到一户都会诚恳的道歉，请求村民们的原谅。村民们看到他确实是真心悔改，也渐渐原谅了他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他，讨厌他。从此以后，财主彻底改变了，他不再欺压百姓，不再贪得无厌，
而是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，帮助村里有困难的人修建村里的道路和学校，还雇佣了村里的贫苦村民，给他们提供工作和工钱，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。他自己也不再穿锦缎长袍，不再过着奢靡的生活，而是穿着朴素的衣服，和村民们一起劳作，一起吃饭，就像一个普通的村民一样。农夫和他的妻子依旧过着勤劳朴实的生活，他们每天在地里劳作，虽然辛苦，但日子过得十分安稳幸福。他们把自己种的粮食分给村里有困难的人，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，深得村民们的喜爱和尊重。有时候村民们会问他们，后悔当初没有拿走聚宝盆吗？农夫总是笑着说道，不后悔，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劳作换来的幸福才是最踏实最长久的。村子里的日子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好，村民们都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矛盾和纷争。村里的道路修得平坦宽阔，学校也建得宽敞明亮，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，老人们都能安享晚年，家家户户都过着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有一天，村里来了一个迷路的商人，商人身上的钱财被强盗抢走了，一路上饥寒交迫，浑身都是伤口，晕倒在了村子的村口。农夫发现后，连忙把商人扶回了自己家里，给商人清洗伤口，做了热腾腾的饭菜，还让商人好好休息。商人醒来后，看到农夫和他的妻子如此善良，心里十分感动，说道，多谢大哥大嫂救命之恩，我身上的钱财被强盗抢走了，现在一无所有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们的。农夫笑着说道，小兄弟，不用客气，出门在外谁都会遇到困难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，我们不需要你的报答。商人听了心里更加感动，他在农夫家里住了几天，恢复了体力，然后就告别了农夫和他的妻子，继续赶路。临走之前，商人对着农夫和他的妻子深深鞠了一躬，说道，大哥大嫂，你们的善良我一定会记在心里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一定会回来报答你们的。农夫笑着说道，小兄弟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一路保重，注意安全。商人走后，过了几年，果然回来了。这时候的商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富商，拥有了很多的钱财。他回到村子里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农夫和他的妻子，想要报答他们当年的救命之恩。他给农夫和他的妻子买了很多的东西，还想给他们一大笔钱，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。可农夫和他的妻子却拒绝了商人的钱财。农夫说道，小兄弟，我们当年帮你并不是为了你的报答，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好，靠自己的双手劳作，吃得香，睡得踏实，不需要这么多的钱财。如果你真的想报答我们，就多帮助一些像我们当年帮助你一样有困难的人吧。商人听了深受感动，说道，大哥大嫂，你们说的对，钱财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善良和真诚才是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会按照你们说的做，多帮助有困难的人，把你们的善良传递下去。后来，商人在村子里建了一座慈善堂，专门帮助那些无家可归、饥寒交迫的人，还资助了很多贫困的孩子上学。他还经常来村子里看望农夫和他的妻子，和村民们一起劳作，一起吃饭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村子里的人也都被农夫和他的妻子的善良所感染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。有时候村里有人生病了，大家都会主动去看望，帮忙照顾。有时候村里有人遇到了困难，大家都会伸出援手，一起想办法解决。整个村子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，充满了爱和温暖。而那个被封印的聚宝盆再也没有重现人间。但村民们都知道，真正的聚宝盆并不是那个能变出金银珠宝的铁盆，
而是人们心中的善良和勤劳。只要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互相帮助，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聚宝盆，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多年以后，农夫和他的妻子渐渐老去，他们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，继承了他们的善良和勤劳，继续在村子里生活，帮助身边的人。村民们也都记得农夫和他的妻子，记得他们的善良和真诚，把他们的故事一代代的传了下去。有一天，村里的孩子们围在一位老人身边，听老人讲聚宝盆的故事。老人说道：很久以前，我们村里有一个农夫，他在地里劳作的时候，捡到了一个聚宝盆。这个聚宝盆能变出很多的金银珠宝，可农夫并没有贪心，只是用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。后来，村里的财主很贪心，抢走了聚宝盆，结果遭到了报应，被聚宝盆反噬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幸好有一位老道士出手相助，化解了灾祸，还把聚宝盆封印了起来。一个小孩子好奇地问道：爷爷，那个聚宝盆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它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能不能找到它？老人笑了笑，说道：孩子，那个聚宝盆虽然神奇，但它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。真正的幸福是靠自己的双手劳作换来的，是靠心中的善良和真诚换来的。那个聚宝盆虽然被封印了，但它的道理却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。只要我们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互相帮助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聚宝盆，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把老人的话记在了心里。他们渐渐长大以后，也都按照老人说的做，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互相帮助，把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，让这个充满爱和温暖的村子一直延续下去。又过了很多年，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多，日子也越来越富裕。村里修起了高楼大厦，铺起了柏油马路，建起了医院和超市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，越来越幸福。但村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当年的故事，没有忘记过农夫和他的妻子的善良，没有忘记过聚宝盆的道理。他们把农夫和他的妻子的画像挂在了村子的祠堂里，每年都会去祭拜，以此来纪念他们，传承他们的善良和勤劳。有一年，村子里来了一位考古学家。考古学家听说了聚宝盆的故事，十分感兴趣，想要找到被封印的聚宝盆进行研究。他在村子里考察了很久，终于在财主当年的宅院地下找到了聚宝盆的踪迹。但当他想要把聚宝盆挖出来的时候，却发现聚宝盆被一道强大的符咒封印着，无论他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打开封印。考古学家十分疑惑，于是就找到了村里的老人，询问关于聚宝盆的事情。老人把当年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考古学家。考古学家听了深受触动，说道：原来如此，这个聚宝盆不仅仅是一件神奇的宝物，更是一个提醒人们要心怀善念，不贪不恋的警钟。它的封印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它落入贪心之人的手中，更是为了传承这份善良的道理。说完，考古学家放弃了挖掘聚宝盆的想法，他对着聚宝盆封印的地方深深鞠了一躬，说道：我不会再试图打开你的封印，我会把你的故事，把这里的道理告诉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明白善良和勤劳才是真正的财富。考古学家走后，把聚宝盆的故事以及村子里人们的善良和勤劳写成了一本书，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。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本书，受到了感动，也开始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互相帮助，把善良的种子播撒到了全国各地。而那个被封印的聚宝盆依旧静静地躺在地下，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，守护着这个充满爱和温暖的村子，守护着人们心中的善良和勤劳。他用自己的故事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人，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贪心不足只会招来灾祸。
只有心怀善念、勤劳肯干，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和财富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村子里的生活越来越幸福，人们的笑容越来越多。每当有人遇到困难，身边的人都会主动伸出援手；每当有人取得了成就，身边的人都会真心的为他祝福。整个村子充满了欢声笑语，充满了爱和温暖，成为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好地方。农夫和他的妻子虽然已经不在了，但他们的精神却一直留在村子里，留在人们的心中。他们的故事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，指引着人们心怀善念、勤劳肯干，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一天，村里的一位老人在给孩子们讲完聚宝盆的故事后说道：孩子们，记住，真正的聚宝盆不在地下，而在我们的心里。只要我们心中有善，手中有勤，我们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幸福和财富，就能把我们的村子，把我们的生活建设得越来越好。孩子们齐声说道：我们记住了。阳光洒在村子里，洒在孩子们纯真的脸上，洒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，温暖而明亮。远处的田野里，村民们正在勤劳的劳作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这个曾经因为聚宝盆而掀起风波的村子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充满爱和温暖、充满希望和幸福的地方。而聚宝盆的故事也会一直流传下去，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心怀善念，不贪不恋，勤劳肯干，方能幸福安康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又过了几十年。村子里的老人渐渐老去，年轻人也都长大了，有的走出了村子，去外面的世界闯荡，但他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没有忘记村子里的故事，没有忘记心中的善良和勤劳。他们在外面努力工作，诚信做人，互相帮助，把村子里的优良传统带到了各个地方。有一个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，名叫李磊。李磊从小就听着聚宝盆的故事长大，深受农夫和他的妻子的影响，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。他走出村子后，来到了一座大城市，从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做起，每天努力工作，省吃俭用，慢慢积累了一些钱财。但李磊并没有像当年的财主那样变得贪心不足，而是始终保持着善良和真诚。他看到身边有很多打工者因为没有文化，找不到好工作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，就拿出自己积累的钱财，开办了一所免费的培训班，教那些打工者读书、写字、学技术，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。很多打工者因为李磊的帮助，找到了好工作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他们都十分感激李磊，纷纷说道：李哥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做最底层的打工者，永远也过不上好日子。李磊笑着说道：不用客气，我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我小时候，我们村子里的人也都是这样互相帮助的，我只是把我们村子里的优良传统带到这里来了。后来李磊的培训班越办越大，帮助了越来越多的打工者。他还开办了一家公司，雇佣了很多曾经接受过他帮助的打工者，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和待遇。他的公司始终坚持着诚信经营、乐于助人的理念，生意越做越好，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企业。李磊虽然成为了大老板，但他依旧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，没有过着奢靡的生活。他经常回到村子里，看望村里的老人和孩子，给他们带去很多的东西，还资助村里的学校，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，让村子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村里的人们都为李磊感到骄傲和自豪，说道：李磊这孩子真是好样的，没有忘记我们村子里的根，没有忘记当年的道理，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骄傲。李磊每次回到村子里，都会去农夫和他的妻子的画像前深深鞠一躬，说道：大伯大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记住你们的教诲，
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帮助更多的人，把你们的善良和勤劳一直传承下去。除了李磊，还有很多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，也都像李磊一样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在各个地方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着身边的人，传承着村子里的优良传统。他们就像一颗颗善良的种子，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善良的力量，让聚宝盆的道理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有一年，全国发生了一场大洪水，很多地方都被洪水淹没，很多人无家可归，饥寒交迫。李磊听说后，立刻拿出自己公司的大部分钱财，购买了大量的粮食、衣物和药品，亲自带领着公司的员工赶到灾区，帮助灾区的人们。在灾区，李磊和他的员工们不分昼夜地帮助灾区的人们转移物资，搭建帐篷，发放粮食和药品，照顾那些受伤的老人和孩子。他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着灾区的每一个人。灾区的人们看到李磊和他的员工们如此善良和无私，心里十分感动，说道：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，帮助我们。李磊笑着说道：不用客气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心怀善念，互相帮助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战胜困难，迎来美好的明天。在李磊和其他爱心人士的帮助下，灾区的人们很快就渡过了难关，重建了自己的家园。李磊的善举也被媒体报道了出来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的故事，知道了聚宝盆的故事，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来，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李磊的公司越来越大，他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他还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，专门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，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，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。他的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扬，他也成为了很多人学习的榜样。有一天，李磊回到村子里，看到村子里的变化，心里十分欣慰。村子里的道路越来越宽，房子越来越漂亮，学校越来越完善，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，孩子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。他走到农夫和他的妻子的画像前，说道：大伯、大妈，你们看，我们的村子越来越好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你们的善良和勤劳已经传承下去了，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村子里，洒在农夫和他的妻子的画像上，洒在李磊的脸上，温暖而明亮。远处的田野里，村民们正在勤劳的劳作，欢声笑语传遍了整个村子。这个曾经因为聚宝盆而掀起风波的村子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充满爱和温暖，充满希望和幸福的地方。而聚宝盆的故事以及农夫和他的妻子的善良也会一直流传下去，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心怀善念，不贪不恋，勤劳肯干，方能拥有真正的幸福和财富。其实聚宝盆从来都不是一个神奇的铁盆，它是人们心中的善良和勤劳，是人们互相帮助、互相扶持的温暖，是人们不贪不恋、知足常乐的心态。只要我们心怀善念，勤劳肯干，互相帮助，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聚宝盆，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而那些贪心不足、作恶多端的人，终究会遭到报应，一无所有。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，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太过贪心只会招来灾祸。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金银珠宝，而是拥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一份勤劳的双手，一群互相帮助的亲人朋友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幸福，我们的世界才能越来越美好。多年以后，当人们再一次提起聚宝盆的故事，
不再是羡慕他能变出金银珠宝，而是敬佩农夫和他的妻子的善良，敬佩李磊等人的善举，敬佩村子里人们的勤劳和真诚。聚宝盆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，一个提醒人们心怀善念、勤劳肯干的传说，永远流传在人间，温暖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